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道琼斯工业指数在昨天34000点附近继续高位震荡。我们昨天就说了，这个位置容易出现震荡，原因是日线级别反弹西游在这里形成，出现了悟空阳线、八戒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到达日线级别反弹的唐僧阳线这个位置上，触碰了144均线，也就是图中的红色线的这个位置。那这个位置呢，是之前的一个筹码密集区，也是一个压力位。这个压力位呢是均线构成的一个压力位，所以呢到达这个位置上，由于压力位的作用，那导致呢在这个位置上高位震荡盘整。行情走到这个位置呢，我们看到了符合 K 线西游战法规律的一件事，就是日线级别美股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完成之后，做了一个反弹，做的反弹呢刚好是日线级别的反弹。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在周线级别上，周线级别下跌西游完成之后，符合了 K 线西游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的日线反弹，到达压力位附近之后呢，容易产生调整和震荡。那接下来的美股行情，如果在34000美金站不住的话，容易出现继续下跌。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看到行情当中非常多的平行式的结构，这里呢我们看到下跌区间两个下跌趋势互相平行，反弹趋势互相平行。那下跌和反弹都完成之后，在阻力位的作用下，如果不能够站稳34000美金的话站稳34000点的话，容易继续出现平行于前面下跌的一个走势。那在美股高位震荡受制于34000点附近的情况下，我们在今天看到了比特币继续上行突破，并且高点站上了接近37000美金。行情走到这个位置上，我们就可以清楚的看到我们之前的一个预测，就是在6月份的行情当中，我们就看到了多头趋势上周线级别的悟空阳线。周线级别悟空阳线走出来之后，直到10月份都是一组干扰性的 K 线。那这组干扰性的 K 线呢，我们管它叫妖怪 K 线，干扰了我们对多头趋势的判断。行情接着往下走，在前一周的行情当中，我们看到10月23日这周走出了一个八戒阳线，然后又是一个干扰性的 K 线。那本周呢，已经到达接近37000美金的这根阳线呢，很明显是周线级别的沙僧阳线。沙僧阳线走出来之后，因为沙僧阳线代表了我们的人生，所以呢，本周行情多头结束之后，在下一周的行情当中容易出现什么呢？因为沙僧代表了我们的人生，我们的人生多震荡，所以呢，在沙僧位的这个位置上容易出现更多的震荡行情。但是总而言之，周线级别到这个比特币已经在周线级别走出了沙僧阳线的情况下，那上方呢是有唐僧阳线的一个预期，所以呢我们看多比特币在这轮行情当中能够接近45000美金的一个前面22年2月份的一个筹码密集带。那这两天让人焦急的是，以太坊在这轮行情当中虽然接近了2000美金，但是呢，我们认为以太坊走势还是偏弱势的。原因是目前我们看到的以太坊和比特币的这个交易段仍然处在一个持续的周线级别下跌的路程当中。在上一周行情当中有一定的反弹，这里的反弹呢，是因为在这个位置上出现周线级别下跌西游之后，容易出现切换时间级别和方向的4小时级别反弹。那在4小时级别反弹过后，我们看到4小时级别的以太坊和比特币的144均线和169均线构成了一个压力作用，所以呢，以太坊和比特币的这个交易段重新回到了下行趋势。那在这个下行趋势当中，我们就看到了以太坊相对于比特币的一个弱势。然后我们回到以太坊本身对 USDT 的一个交易段那在这个交易段上，我们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目前正在通过箱体突破箱体之后走了一个新的悟空阳线，并且呢，这组悟空阳线是一个悟空阳线组。那上方呢，我们仍然对以太坊的上行有一个认知就是第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完成之后它在这里发动反弹，经过焦点位这个薄弱位置之后，容易发生接下来的第二轮的日线级别反弹，并且呢，在周线级别上，我们看到目前走在了一个周线级别的沙僧阳线的势力范围，目标点位呢给出在2200美金附近。
也就是说，目前比特币是高速上涨，以太坊是落后于比特币的上涨，导致了以太坊和比特币的交易对出现下行。但是它的这个下行在之前已经走出周线级别下跌洗筹，完成4小时级别反弹，又再次回落的情况下，随时可能会出现报复性的 W 型底的反弹形态。这个反弹形态将带领以太坊和比特币的交易对出现快速上涨，最终呢导致以太坊出现领涨行情。那在昨天的行情分析当中，我们给出了奥迪的一个走势的预期，就是在上线币安之后，容易出现一定的机会。虽然上线币安往往是一个高点出现之后，容易快速回落的过程，币安呢有的时候是一个终点，但是这轮行情山寨币的火爆让奥迪成为新的一轮行情的发动引擎。那在这轮行情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奥迪这个币种呢，正在走的是一个周线级别上涨吸收之后的继续上行。那么我们在昨天下午14点看到奥迪出现回落，并且在15分钟级别走出一个震荡整理修复上涨过程的缺口之后，再次发生了突破，并且将高点建立在了15.6美金附近。那么通过画的这个 K 线可以看到啊，在4小时级别上，对于奥迪来说，我们看到4小时级别在昨天中午出现了一个4小时级别悟空阳线之后走8节阳线，目前正走在一个沙僧阳线的震荡势力范围。那对于4小时级别来说，我们就非常容易看到，在明天的行情当中，容易在焦点位之前走到接近20美金附近的一个过程。值得一提的是 ，FTX 交易所突然复活，导致 FTT 在今天快速上涨接近100个点。那么目前来看 ，FTT 它是一个浪子回头币种。我们在之前的行情当中 ，FTT 作为 FTX 交易所的平台币，高点是在85.74美金。那么随着 FTT 的因为 FTX 交易所倒闭之后，我们看到 FTT 到达了低点0.9美金。那么随着利好消息的迸发 ，FTT 在今天出现了一个快速上行。那么这个上行动作虽然是利好引发的，但是目前是一个小牛市的走势。在暴力上涨过程当中，我认为 FTT 在本轮行情大概率会有一定的持续性。然后我们将时间级别调到日线级别，就可以看到日线级别发动悟空阳线的时间点是在10月25号比特币月的行情当中。比特币月走出悟空阳线，这根阳线走出来之后，后面行情当中走妖怪 K 线、干扰型的 K 线，然后在今天出现了8节阳线，这意味着上方容易走出它所对应的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如果真的按照今天的上涨幅度来说，我们认为唐僧阳线出现之后，对于 FTT 的这种浪子回头币种来说，非常容易出现突飞猛进式的上涨，在一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收之后，容易到达4.5美金。如果这轮行情 FTT 能够形成周线级别的上涨的话，那么我们将会看到 FTT 最终回补上方所有的筹码空缺那这里的筹码空缺非常之高。我们看到前面行情当中平台期是在21美金，所以呢，对于 FTT 交易所的这个平台币来说我们认为应该有一定的仓位，做什么呢？就做它的浪子回头，金不换。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量化策略已经遥遥领先。目前呢，我们看到8月29日跑到今天，盈利率最高呢是在32%左右。即使平均来说，我们的月化也接近10%。我们也可以看到，后面都是我们新进来的一些资金一些用户自己的资金在跑。然后日利率也是接近0.5%到1%这样的一个区间。那么目前月化10%的量化在市场当中几乎没有，所以呢，目前我们的 AI智能量化策略遥遥领先，同时呢，我们的策略是能够保证在上涨过程当中获利，在波段震荡当中获利，在下跌反弹当中获利。那么唯一现在这个 AI1号智能机器人会遭到回撤的模型是在单边下跌过程当中容易出现回撤在多头和震荡还有下跌反弹过程当中都能够获利，所以呢，目前跑了2个月，我们的盈利率达到月化10%以上，年化达到120%以上，目前呢是遥遥领先于市场当中几乎所有的几乎95%以上的量化产品。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感谢大家，再见。